朋友们，众所周知啊，《原神》是一款12加的游戏，但有些剧情一旦想起来还是非常细思极恐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隐藏在《原神》12加外壳之内的18加内容。第一个，雾海祭险，也就是阿流的任务。不知道阿流之歌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？反正对我来说那是印象非常深刻，也非常的感动。但是这个背后的故事啊，实在是有些细思极恐。如雷套上边记载了这个曾经的故事，简单概括一下呢，就是雷鸟他是非常喜欢听阿流唱歌的，但是呢，客观上面这些人民他们还觉得雷鸟就是喜欢小孩，于是呢，他们就把阿流给献祭了，然后雷鸟就震怒了，就把整个客观给灭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客观上就没有活人了，因为他们的愚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第二个，神的孩子全跳舞是渊夏宫的任务。这故事上主要讲述了常年位于黑暗之内的渊夏宫，他们对光呢是非常崇拜的。最早的时候啊，由阿倍良久建立了大日御宇，也就是那个刚到渊夏宫之后特别亮的那个人造太阳。但是在阿倍良久之后，渊夏宫的贵族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称这个东西是神赐予的。然后呢，他们还找了一堆年幼的儿童，称他们为神选中的孩子，那其实就是把他们扶持起来当傀儡嘛。但是呢，随着他们年龄的长大，渊夏宫的贵族们他们又担心这些孩子会把他们的权利给夺走，他们就想了一个计谋，在这些孩子10岁的时候举行一个归日之祭，让他们重新回归神的怀抱当中。其实也就是把他们全部都献祭给大日御宇。那些什么舞蹈啊，其实都是孩子们被这个灼热的火焰刺痛，在里边就是挣扎、惨叫的各种惨状，但是呢，却被描述成了跳舞。我操你！第三个，卡利贝尔的面具。光说这个，可能有的人没有印象了，再次给你提醒一下啊，血蘑菇，估计就有人想起来了。故事呢，主要讲述了我们主角呢碰到了一个凯瑞亚的贵族和他的儿子，他这个儿子啊已经被诅咒变成秋秋人了。这个贵族啊，他就想着怎么才能救他的儿子，给了我们主角一个药方，这个药方里边就有一个血蘑菇。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蘑菇是怎么搞出来，只知道我们到院里边就捡到了。后来呢，这个贵族给他的儿子吃了这个蘑菇之后呢，他的儿子虽然说还是秋秋人的模样，但是呢已经会说话了。然后都提到了另外一个人，也就是他的妈妈，但是当时并没有透露他母亲的去向。直到后来主角啊醒过来之后，才从这个戴因的口中得知，原来之前我们挖蘑菇的地方埋着2具尸体，一男一女。男的这个呢，他就是之前我们遇到的凯瑞亚贵族；那女的这个呢，也就是他的母亲。而且女的这个明显要比男的埋的时间要早。所以说之前我们挖到的这个蘑菇，也就是在这个女性的尸体上长出来的，还真成妈妈的味道了。这家伙也太地狱了吧！第四个，彼勒奇斯的哀歌啊，也就是捷德的后续任务。但是这次我们的主角啊，不是捷德，而是跟我们一直同行的利路帕尔。我个人觉得啊，沙漠的任务真的是全原神里边啊最离谱的。首先就是很多任务的文本，它不在任务里边直接体现，而是在众多的这种小纸条啊，或者是道具里边展现，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人把任务都做完了，但是呢，并不知道任务具体讲的是什么。那本次我们主角啊，利路帕尔到底有多么的腹黑，我给大家讲一下就知道了。利路帕尔他本来呢是属于花神的眷属，花神死去之后呢，赤王就管理了所有的镇林，于是呢，赤王就让利路帕尔去引导一下沙漠人民，然后利路帕尔他就找到了一个牧羊人，帮助这个牧羊人建立起了城邦，也就是后来的沙漠国度，包括这个居尔城啥的。但是呢，牧羊人他在成为国王之后，他膨胀了，利路帕尔就不高兴了。好家伙，你膨胀了，明明是我帮助的你。于是呢，利路帕尔就诅咒了他往下之后的3代都没有好下场。当时呢，利路帕尔跟这个国王生有2个子嗣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。国王他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，儿子呢就被遗弃了。但是呢，在利路帕尔的帮助之下，他这个儿子啊又重新回到了他这个父亲面前。但是他父亲并不认识他，还把他的女儿嫁给了他，够离谱吧？但他这个儿子并不满足现在的权利，于是呢，又在利路帕尔的帮助之下，把他的父亲在内的一众300个官员全部毒死，他自己成了王。那他这个儿子呢，在称王之后，和他的女儿其实生活在一起上并不是很幸福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镇灵的后代，感觉镇灵的后代脑子都有点问题，思想都有点极端。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，又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因为他这个儿子听说过利路帕尔的诅咒，所以他也把他这个儿子放逐了。然后他这个儿子呢出去之后，称自己为黄铜面具。最离谱的来了，利路帕尔引诱了他的闺女，勾引了他的孙子。然后这黄铜面具啊，就在他亲妈的帮助之下，重新夺得了王位。但是最后呢，黄铜面具也是在这场叛乱当中啊失踪了。他这个亲妈呢也疯了，正好呢应了利路帕尔的诅咒，3代没一个好下场。当然，赢过利路帕尔的这些折腾，杀了们人民，他也没什么好下场。然后呢，赤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啊，也怒了，把利路帕尔直接分成了7个，给封印了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任务也就是帮助利路帕尔把他这7道灵魂收集全。这个任务，捷德作为明线，利路帕尔作为暗线，远远比想象中的更黑暗。OK， 以上这些任务，不知道哪个对你的印象最深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中给大家讨论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